1988年的双十二那天呢，没有什么特别，不像几十年后，这个日子呢成了疯狂购物的代名词。但那天在伦敦的佳士得，张宗宪先生花了3万英镑拍到一件高度为18.3公分的非常罕见、接近孤品的宣德款青花夔龙纹罐。从买到的那天开始呢，此件宣德青花罐呢一直被张宗宪先生珍藏。除了曾于1993年在伦敦佳士得展览过之外，一直秘不示人。直到前不久，在张宗宪先生赋予传奇色彩的人生进入第95个春秋之际呢，佳士得宣布，张先生所珍藏的这一件罕见的明宣德青花夔龙纹罐将于2021年5月28日举行的重要中国瓷器及工艺精品的拍卖中重出江湖。当然，今天呢，我不是来宣布新闻的，让我感兴趣的还是这件青花罐子。据查呢，全世界目前存世的带有款制的宣德青花夔龙纹罐呢，一共有5件，3件在博物馆，能够进入市场交易的只有2件。很幸运，其中的3件我都亲眼见过，有1件还亲自上过手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从这件宣德青花夔龙纹罐开始呢展开，把我认为有意思的内容呢拿出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。我们从夔纹开始讲起。夔纹呢是古代艺术品上常见的装饰题材，特别是在商周青铜器上呢，以包括夔纹在内的动物纹饰呢，构成了张光之先生所说的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特有的凝丽之美。如果讲到宣德青花瓷器上的夔纹的来源呢，只有本土来源和印度来源2个说法。夔纹的本土来源比较有意思，但线索很多，充分体现了所谓传说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的特点。我们不需要面面俱到，只从中选择一个有意思的切入点，从一个误传讲起。现在提起夔龙，言必称夔一足，一般都理解为夔只有1只脚。可是如果详细查看，就发现夔一足其实是个偷换概念、将错就错的误传。古代的许多动物、人物或者怪物呢，往往都会被后世附会很多内容，以至于越往后越复杂，面目呢越来越模糊，英文叫做 ambiguous。夔可能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。关于它呢，有很多种说法。古代有个官名叫做乐正，职责就是掌管音乐。这个官名呢非常古远，可以远到尧舜禹的时代。今天这个官名已经不复存在，但对它的记忆呢，仍然可以通过乐正这个复姓姓氏体现出来。这个传说大概是在尧舜的时代，有2名大臣，夔和龙。夔为掌管音乐的乐官，龙为提供谏言的谏官。夔擅长音律，能够和五音，是音乐才能出众的杰出人才，被授予了乐正的官衔。据传他创作的乐舞作品韶，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呢，还能够听到。于是呢，就有了孔子赞美其音乐能够尽善尽美的记录。此事呢，被记载在《论语八佾》里面。原话说：“子谓韶，尽美矣，又尽善也；谓吾，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”在这里呢，孔子就是对韶乐进行赞美。但到后来呢，夔逐渐由人变兽，商周的青铜器上被称作夔纹的装饰呢，不是一个音乐大师的形象，而是体型修长、形象如蛇状的爬行动物。战国初年的《山海经·大荒东经》中呢，对夔有比较详细的记载。东海中有流坡山，入海7000里，其上有兽，壮如牛，苍身而无角，一足。出入水则必有风雨，其光如日月，其声如雷，其名曰夔。就说呢，夔是一种长得像牛一样的神兽，
只有一族能够呼风唤雨，出行时呢电闪雷鸣。庄子在《秋水》中以对话的形式也有提到夔。夔谓贤曰：“吾以一族，称出而行，与吾如矣。今子之使万族，独奈何？”意思就是说，夔对贤这种百足虫说呢，我用一只脚跳着走路，我不如你。现在你用万只脚走路，究竟怎样使用这些脚呢？这里的庄子呢，延续了夔只有一只脚的说法。春秋时期呢，左丘明所撰的国别体著作《国语》里面的夔呢，变成了猴子，人面猴身，而且能说话，但是他还是保持了一族的特点，始终不变。东汉的经学家、文学家许慎《说文解字》里面呢，则说夔是如龙，一族，就说呢夔如龙，言下之意呢，夔并不是龙，但长得像龙，也是只有一只脚。以上举的几个记载各有重点，记载了夔由人到兽的转变，其形象呢如牛、如龙、如猴，各具形态。但是呢，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夔一足，像澳洲的袋鼠一样跳跃而行。但到了孔老夫子那里呢，终于为夔还原其音乐大师的本来面目。夔由人变兽，只有一足的奇异传说，到了战国末年，引起了鲁哀公的好奇，于是发生了孔子追根溯源、拨开迷雾，为夔证明还原其乐正的人物原型的古老传说。此事记载在《吕氏春秋茶传》中。鲁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乐正夔一足，信乎？”孔子曰：“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，乃令崇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禁之。舜以为乐正，夔于是正六音，合五声，以通八风，而天下大服。崇黎又欲意求人。舜曰：夫乐天地之精华也，得失之节也，故为圣人为能合乐之本也。夔能合之以平天下，若夔者一而足矣。故曰夔一足，非一足也。”这个故事的意思是呢，鲁哀公问孔子说，乐正夔这个人呢，只有一只脚，你相信是真的吗？孔子说呢，过去舜想借用音乐向天下传播教化，于是呢，命令崇黎从普通的百姓当中呢推举人才。崇黎呢，从民间把夔举荐给了舜，舜启用了夔，任命他做乐官。夔呢，于是校正六律，调和五音，贯通了八方风俗呢，而天下服从。于是呢，崇黎呢还想多找一些像夔这样的人。舜就说呢，音乐是天地之间的精华，得失的关键，所以呢，只有圣人才能够调和音乐的根本。夔能调和音乐，所以使天下安定。所以像夔这样的人呢，有一个就足够了。这里说的夔，就是为音乐大师，能够成教化、助人伦。像这样的夔这样的人呢，有一个足够了。所以说夔一足，而不是说夔这个人只有一只脚。成语呢，一夔一足呢，也就是由此而来的。但证明归证明，还原归还原。做音乐大师的夔呢，知道的人越来越少，其形象呢，也不见于古代文物的装饰。而作为兽类的夔呢，在艺术创作中广泛运用，在工艺美术作品中呢，不断出现。宋代以后的著录中，凡是青铜器上表现一足的类似爬虫的动物呢，都称之为夔。这个呢，就是继承了古籍中夔一足的记载。对于古文的理解呢，往往发生歧义，甚至出现偷换概念的情况。古今千年，文字不停演化，意义呢不断变迁。后人理解前人所言，同样的用词，但离开了当时的环境，意义不同。有些后人难以理解呢，有些后人歪曲理解，但久而久之都被全盘接受了下来。因此呢，夔本来不是一族，误解的人多了，变成了一族。而且夔原本也不是龙，夔龙也是后人误读然后将错就错的结果。现在我们习惯上称呼夔为夔龙，但前面呢已经提到，夔和龙
原本并非一体。最初呢，魁并非是龙。尧舜的时代呢，魁和龙是各司其职的两位官员。魁为乐正，负责调音律和五音；龙为进谏的谏官。魁和龙也曾经被拿来用于比喻那些有才能、忠心辅佐皇帝的良臣。东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对魁的解释是呢：魁，神美也，如龙一族，指明魁如龙，长得像龙。但言下之意呢，它并非是龙。但后来的人们呢，忽略了像龙和是龙的区别，魁逐渐成为夔龙，装饰上的夔纹也逐渐被称为夔龙纹。唐代杨元松所著的《龙经》中就直接讲呢：夔为全龙之王，饮食有节，不由浊水，不饮浊泉。在这里呢，夔不但是龙，而且是全龙之首。不游浊水，不饮浊泉，俨然一副呢王者的气概。前上海博物馆的馆长马成元先生呢，在其著作《中国青铜器》中呢，也干脆说过，在青铜器的纹饰当中，凡是蜿蜒形体的动物呢，都可归为龙类。由此看来呢，误读归误读，但历史的演变呢，多数情况下不会去真正的纠正误读。许多误读呢，其实是一种需要。因此呢，虽然夔一族不是讲夔只有一条腿，但夔最终以一条腿的形象呢深入人心。夔也不是龙，但夔最终以龙的形象呢成为艺术语言，反复出现在古代的礼器、乐器、实用器上，最终呢也出现在了宣德青花的瓷器上面。宣德青花夔龙纹冠上的夔龙呢，还有另外一个印度来源说，就是大约出现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，印度的一种和佛教相关的摩羯鱼龙，英文叫做 Makara Dragons。在印度教和佛教的系统当中呢，最初呢，摩羯鱼龙通常被认为是某种海中的神兽或者水怪，具有强大的毁灭力和超能力。其形象是张着血盆大口，吐出巨舌，仿佛要吞噬一切的样子。和宣德的夔龙纹的外观呢，看起来呢，的确有几分相似。佛教兴起之后呢，人们为这个海怪找到了降魔之神，就是印度教里的水神瓦鲁纳。因此呢，在印度古老的绘画或雕塑当中呢，摩羯常常成为水神瓦鲁纳的坐骑。这个危害公众的怪物呢，摇身一变，成为了一心向佛的吉祥动物。在文学上呢，摩羯鱼龙呢，被描述为多种动物的组合体，象鼻、鳄鱼的下巴、大猩猩的耳朵、猪嘴、孔雀的尾巴和狮子的脚等，和中国古老的龙倒有几分相像。在建筑上呢，摩羯鱼龙充当了保护者的形象，同时呢，摩羯鱼龙呢代表繁荣和自我完善，所以在印度、斯里兰卡、孟加拉的佛教以及印度教的寺庙入口处呢，经常会以摩羯鱼龙进行装饰，作为建筑物的构件或者装饰出现，用以驱邪避凶、护主保安。佛教大约在公元的1世纪由印度呢传入中国，摩羯鱼龙呢也随着佛教一起传入。其形象呢，也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呢，逐渐和汉文化融合。夔龙呢，也成为它的一个结合点。摩羯鱼身上许多的构成要素呢，最终被吸收用于表现夔龙的形象，塑造出了高高翘起的猪嘴、鳄鱼的颌、凤尾、卷曲身子的形象。但在汉文化区，其出现的场所呢，仅见于佛教造像或寺院雕塑的细节上等等。从目前的史料上来看呢，此类夔龙纹第一次出现在瓷器上面，就是在宣德时期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类非常稀有的青花罐子上面。此类罐子的尺寸呢，都在19公分左右，造型为唇口直径，封尖收腹，浅宽圈足，露胎，底部满釉，中心青花双圈内书大明宣德年制款。罐身装饰5层纹饰，口沿和底足处呢，都是比较常见的装饰纹样。上部的如意形边饰和下部的变形莲瓣纹呢，在其他的器物上也经常能够看到。但罐中心通景绘制的主题夔龙纹饰呢，立刻就使得这件器物豁然出众，神采奕奕。宣德时期才有的这种夔龙呢，可以说是开一代未有之奇。最大的特点就是口吐莲花，也叫香草。因此呢，宣德的这种夔龙呢，也被称为香草龙。
龙身比较短，但加上如卷草般的尾部，或者是像印度摩髻鱼龙般的凤尾，就显得身材修长，一副呼风唤雨的形象。关于夔龙呢，我想强调几点不同寻常之处。猪嘴这个在永乐时期就能够看到，比如大英博物馆之间永乐扁平，张嘴吐舌，双眼猪嘴龙和宣德如出一辙，只是猪嘴的结构画得比较清晰，鳞片满布，但永乐猪嘴龙脑后常有5束毛发，而宣德夔龙呢只有2束。更有特点的是呢，宣德夔龙只画一只眼睛，紧贴在血盆大口的猪嘴龙侧面。这种画法呢，只出现在夔龙和应龙身上，而其他无论是永乐还是宣德的猪嘴龙呢，都是双眼同时画出。另外呢，夔龙没有宣德最具标志性的风车状的龙爪，而是狮爪，和印度传说中的摩髻鱼龙的形象呢特征相符。此种类型呢，在宣德之前未曾见过。宣德时期呢，有多种不同的龙纹，其中有2种几乎同时出现的龙纹非常珍稀，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口吐香草的香草龙，另一个叫蚁龙，也叫应龙，大概都和一段关于宣德的记载有关。明代著名的史学家焦弘在《玉堂从语》中记载：景陵一日镜中阅书，见有异而非者，讶之。遣问之，阁中3阳背皆不能对。上故注使官员，有能知之者否？陈纪时在下列。初对曰：龙有翅而能飞，曰应龙。问所在，曰见尔雅。命取尔雅视之，信然。因为宣德葬于景陵呢，所以此处的景陵呢，代指宣德。从这个记载呢，可以看出宣德时期烧造的应龙纹应该是和宣德皇帝本人有关联的。因此呢，烧造此类有翼能飞的龙纹器物呢，很可能是应宣德皇帝本人的要求，小批量特别烧造的。正因为如此呢，虽然史记记载宣德时期曾下令烧造过大量的器物，比如宣德8年就曾下令烧造443500件，但此类具有特殊意义的瓷器呢，只是少量烧造，今天呢存世稀少，也就理所当然了。考虑到翼龙器物和夔龙器物呢，都创烧于宣德一朝，大概同时期出现，而且又都是有翼能飞的龙，因此二者很可能具有同样的功用。前面讲过呢，带有款制的宣德夔龙纹青花冠，目前能查到的只有5件，博物馆藏有3件，分别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呢各藏1例，属于清宫旧藏。第3例呢，收藏在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，高度是 18.7 公分，加上后配的盖子，总高度是 28.3 公分。这家博物馆呢，我去过，从伦敦坐双层巴士大约2小时的车程。据查呢，他的这件夔龙冠是民国时期的古董商吴赖希带到英国的，后来转手给了专门收藏顶级明代瓷器的林赛少校。1937年呢，还在伦敦的苏富比呢拍卖过一次。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呢，是1950年从英国著名的学者詹宁斯的手里呢买到的这件器物。收藏在私人手里的只有2件，都曾经上拍过。张宗宪先生那一件呢，上拍的最早，于1988年12月12日的伦敦佳士得卖了3万英镑。还有一件呢，在2017年的10月3日在香港的苏富比上拍，当时呢还没有疫情，因此呢我有机会到香港亲自上手感受。这件高度19公分，品相非常不错，发色也比较理想，层次丰富，但从整体的青料入胎的情况以及几乎不见铁锈斑的情况特点来看，可能是使用国产的青料，或者是国产青料和苏瓦离青的混搭。它当时的估价是3000万到4000万港币，总成交是3553万7500港币。以这件器物的稀缺性、本身的艺术品质以及保存状况来看呢，这个价格不算高。即将在香港佳士得再次上拍的张宗宪先生的这一件藏品呢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呢，无法去香港参加拍卖，只能看图说话。这一件的青花的发色呢更加蓝艳，但明显不同于上一件的是铁锈斑比较多，几乎遍布夔龙的身体，估计呢可能与进口青料的使用有关。
这个呢，可能反映了宣德时期钴料并非是千篇一律的苏麻离青，很可能是在一个探索合理使用进口与国产钴料的过程当中，在画工上呢，它要比2017年苏富比的那一件出色。夔龙的用笔呢执着而有张力，整个身体的结构明确清晰，张口吐舌的状态呢威猛有力，眼睛炯炯神气，颜色的层次感也很强，细节处理上呢也是一丝不苟。比如夔龙的足和爪对比清晰，生动自然。另外呢，张宗宪先生这件夔龙罐的底足处理和前几件呢略有不同，没有那么圆润，而是内外侧面各斜切一刀，圈足顶部平切，显得比较有棱角。但比较遗憾的是呢，在品相上略逊一筹。下半幅接胎处呢有一道环裂，修补过，内壁另有一处小修补，口沿呢也有几处小毛病。关于品相呢，我想顺便多说几句。对于品相的认知，我认为不能一刀切，不同的器物呢应该有不同的标准。个人认为呢，大概有几条可以总结。第一呢，年代和品相的宽容度呢应该成正比，也就是说，年代越久的器物的品相的宽容度呢要越大。比如说六朝的器物，如果以真金新的标准要求它，恐怕不现实。器物，我曾经买过一件北齐的高古器物，身上呢有修。拍卖之前呢，有朋友特别提醒我这一点，但我当时呢没有太在意，因为知道呢此类高古器物一般都有品相问题。如果一点毛病都没有，反倒要谨慎，假货的几率几乎是100%。但如果是一件普通的乾隆官窑，身上缺块肉，当然就是严重的问题，除非有特殊的需要，否则就要敬而远之。第二点呢，品级越高的器物呢，品相的宽容度呢也要越大，就是行家圈里常讲的好到可以忽略品相的程度。玩收藏的人呢，经常会遇到一种困境，就是品相好的太普通，不想买，终于遇到一件艺术价值很高，东西有稀缺，来源也不错，但就是品相不尽人意，买还是不买难以抉择。最后一点就是我一直感觉呢，我们玩的是古董，不是现代工艺品。是古董呢就有沧桑，从工人身上呢感受历史沧桑，也是收藏的一部分，应该有比较大的宽容度，接受历史岁月在古董身上留下的岁月记忆。过分挑剔品相呢，应该属于玩现代工艺品的心态。除了以上5件之外呢，其实还有一件5款的夔龙罐，作为封面出现在苏富比的2000年的10月香港的拍卖，其造型纹饰与我们能够看到的带宣德款的如出一辙。但由于2000年的这件呢没有底款，有人认为呢应该是永乐的。我们知道以前曾经有永宣不分的说法，但后来逐渐发现呢，只要仔细对比胎釉特征呢，永宣器物大的方面呢还是可以分开的。比如说永乐时期的青花胎体比较轻薄，宣德时期的青花呢相对比较厚重。同样器型的瓷器呢，这种差别是比较明显的。造型上呢，永乐、宣德其实在细部上都有差别，很多器物通过圈足、把手、口流等几乎可以一眼识别。二是宣德时期的白釉呢较永乐厚，气泡比较多，使得宣德青花瓷的部分纹饰模糊不清楚。宣德青花瓷器的温度比较高，釉中有的气泡破裂，在釉面形成橘皮纹。永乐则较少这种现象，可能由于此呢，永乐的釉面要比宣德更加莹润。另外呢，宣德除了早期有些器物没有款制之外呢，普遍带有款制，因此呢，没有款制的器物呢，要么是永乐，要么就是宣德早期。古陶瓷界呢，曾经有一种说法，认为呢，没有宣德款的器物呢，都为早期作品，有宣德款的都为中晚期的作品。回到2000年这件夔龙罐上，我感觉属于宣德早期的可能性比较大，但这个判断呢仅供参考，因为2000年的这件呢，我既没有上过手，也没有看过细图。